晨，30吨药材，我今晚就要。周总，500万预付款已经备好了，只要他肯出货，价钱还能再谈。你不是看不上青云山的药吗？陆晨，生意归生意，你拿不出干净药材，才想起青云山。以前的话是我说重了，你开条件帮我这一次。前天还说我们的药不配进你的锅，今天就来求我们救场。今晚一片药液都不会上你的车，你就不怕药烂在山里？我怕他进了昧良心的锅。哥，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1年前，他欠了青云山500户药农300万的债。这谁呀？送货的还是要饭的？可现在300万尾款，他整整拖了1年1分没给。哥，300万尾款拖了1年了，再不拿回来，合作社下个月的工钱都发不出来。我知道，我就怕你念旧情心软。情分是情分，账是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是500户药农的血汗，他今天必须给。哎，你干什么呢？送货走后门。我找周浩。找周总？你约了吗？不用约，跟他说陆晨来了。这位先生，我们这是高端养生会所，您身上这个味儿，能不能先去门口处理一下？什么人啊，一股泥腥味儿。麻烦你通报一声，青云山合作社来结账，300万尾款，白纸黑字。周总，大厅有2个有人找您，说是青云山的，要结什么账？周总让你们上去，3楼左转到底。穿成这样也敢往里闯，真不嫌丢人。2位，鞋上的泥，周总办公室刚铺的地毯。陆晨，你他妈瞎了眼！谁让你穿这身破烂进来的？周总，这哪来的山里人？一身泥味儿，熏得人头疼。周浩，我今天来就一件事，300万尾款结了。陆晨，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这2万块拿去带你妹妹买2身干净衣服。白纸黑字，300万尾款你拖了1年，现在拿2万羞辱人。我这是照顾你，2万块在你们山沟里够花半年了吧？300万，今天必须结清。300万，你们青云山那点土药材也配值300万？去年1整年30吨道地药材，黄精、石斛、金银花，1斤不少送进你金方堂的锅。白纸黑字的合同，你签的字，你盖的章。合同，陆晨，我跟你讲句实话，你那些药材换个供应商，顶多值个零头。是我给你面子才用了1年，别蹬鼻子上脸。合同第3条，货款结算周期90天，你拖了365天，4倍违约。陆瑶，你一个山沟丫头也学人谈合同？我周浩在这个城市做了5年生意，合同见的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们那点土货，我说值多少就值多少。周总，要不让他们先走吧，办公室味儿都串了。周浩，你第1家店开张那天货架是空的，是我带着全村药农让你先拿货后结账，供货价压到成本线。你能有今天，是青云山500户药农店的底。所以呢，我还得感恩戴德，跪下来谢你。陆晨，生意就是生意，你供得起就供，供不起我换人。有的是比你便宜的货源。钱今天给不给？拿着钱带你妹妹滚出去，别让我叫保安。周浩，你不要脸！不要脸？我要是不要脸，这2万都不给你们。穿成2个泥猴子站在我办公室里，丢的是我金方堂的人。地上那2万就是我给你的解答。拿着钱带你妹妹滚出去，别让我叫保安。陆晨，你他妈故意的！这地毯20万！周浩，地毯脏了可以洗，人心要是黑了，可就洗不白了。你踩我20万的地毯，跟我讲人心？去年1整年，青云山合作社给你供了30吨道地药材，黄精、石斛、金银花，1斤不少，1批没脱。你说资金周转不开，我顶着全村500户药农的压力让你赊账。现在365天过去，300万今天必须结清。哼，300万，陆晨，你一个山里挖药的泥腿子，张口闭口300万，你见过那么多钱吗？合同第4条，甲方恶意拖欠货款超过6个月，乙方有权单方面停止供货，并追究违约责任。周浩，你拖了12个月，4倍违约周期。这份合同上有你的签字，你的公章，你赖不掉。陆瑶，你哥带你出来讨债，还给你配了台词，
一个山沟丫头拿着合同在我面前念条款，你知道这合同在我眼里算什么吗？擦屁股纸都嫌硬。周浩，有本事冲我来！陆晨，我跟你交个底，你那些山沟土药材，我早就看不上了。我已经签了外省的高端药材基地，人家的货比你便宜1半，品相比你好3倍。你那些黄金石斛，留着喂猪都嫌土腥味重。外省什么基地？你管不着，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金方堂不需要青云山一根草。300万没有，你要打官司随便。我的律师团1年光顾问费就200万，你请得起律师吗？你能坐在这把椅子上，是500户药农的药田撑起来的。现在你翅膀硬了，翻脸不认人，连300万都想赖，别跟我提5年前。5年前是5年前，现在是现在。生意场上，谁有本事谁吃肉，没本事就回山沟待着。行，你的话我记住了，记住就好。顺便告诉你那些泥腿子药农，别指望金方堂了，你们那些山沟土药材也配进我的高端膏方？周浩，今天嫌我的药材是土货，明天你就会知道，没有青云山的药，你那口锅连一碗干净膏象都熬不出来。滚吧，马彪，明天带人去一趟青云山，那帮泥腿子不识抬举，给他们上一课。小陈，你可算回来了，城里出大事了，平时给咱们拿货的药膳馆，一上午全取消订单了，17家，一家不剩。哥，2道贩子刚来过电话，黄金收购价从30块压到8块一斤，8块，连种苗和人工都不够，这不是收药，这是抢命！8块钱连晾晒的柴火钱都不够啊！我家3亩黄金刚挖出来，卖给谁？哥，跟他们说吧。周浩不认账，300万尾款1分没给。他说青云山的药材是土货，不配进他的膏方。他签了外省基地，以后不从咱们这儿拿货了。那300万怎么办？下个月工钱从哪儿出？不光不给钱，他放了话，全城药膳馆、养生馆，谁敢收青云山一根草，他就让谁关门。他周浩算个什么东西？5年前蹲咱们村口求赊账的时候怎么不嫌土？现在翅膀硬了就要弄死咱们。完了，今年的药全砸手里了，我家还指望这茬黄金给娃交学费。哥，周浩这是要逼死咱们，订单全断了，药材出不去，合作社听不过这个月。都听我说一句，慌什么？药材干净，手艺在咱们手里，天塌不下来。他周浩堵得了城里几家药膳馆，堵不了全天下的路。8块钱一斤的价，谁来收都不许卖。咱们的药材值这个价，就不能贱卖，贱卖一次，以后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可不卖，这些药放着也会过期啊！信我的，撑住。周浩的路没他自己想的那么宽。哥，你说怎么干，我跟着你。大不了我去城里把周浩那狗日的揪出来。不用，他会自己来找咱们。陆老板，周总让我来给你们一条活路。说吧，周浩让你传什么话？全城药膳馆、药铺子，现在没一家敢收你们青云山的货，我是唯一一个还愿意跟你们谈的人。什么价？黄椒8块一斤，有多少收多少。8块，树苗都不值这个价。嫌少，不卖就烂在山里，虫蛀发霉变黑，到时候8毛都没人要。马彪，你这叫趁火打劫。小姑娘，嘴别那么硬。你哥断了周总的货，周总没跟你们算账，已经是给面子。这是周总的条件，陆晨，只要你宣布合作社破产，把1000亩药山的承包权交出来，那300万尾款就当买山的钱一笔勾销。你签字，今天就了结。这山是500户药农的命根子，没有这座山，我们全村人喝西北风去，你们凭什么？凭全城没人敢收你们的药，8块一斤，这是周总给你们的友情价，不要，那就0。你再说一遍。大奎，别急，让狗把主人教的话说完。陆晨，你嘴硬有什么用？你撑得住，他们撑得住吗？你们家家户户今年的收房全压在这批药上，卖不出去，娃上学的钱没有，老人看病的钱没有，房贷车贷全断，他拿什么给你们兜底？马彪，你少在这儿挑拨。周浩欠我们300万尾款，1年没还，现在不给钱还要吞山，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道理，小姑娘，在这行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道理。大奎，15块一斤，
现款现结，拿着钱带老婆孩子去城里吃顿好的，不香吗？你闺女下学期学费多少，我心里有数，别跟钱过不去。你拿这几个臭钱恶心谁呢？大奎，你想清楚，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8块都没人给你。老子不卖！我们会种药，是陆晨哥一锄头一锄头教出来的。你想用几个臭钱买我的良心，做你的春秋大梦？马彪，你回去跟周浩说，青云山500户药农的命是陆晨拉回来的。前年大旱，药苗烂根烂了300亩，谁家的苗不是陆晨半夜打着手电筒上山，一颗一颗救回来的？陆晨，你真让这帮人跟着你饿死？饿不饿死，不用你操心。你回去转告周浩一句话：青云山的药材宁可烂在地里，也不进黑心人的锅。青云山不卖黑心人，青云山不卖黑心人。行，你们等着。哥，他们没一个人弯腰捡钱。这就是青云山的底气。周总，分化不了，那帮药农铁了心跟陆晨干。分化不了就往死里压，我倒要看看陆晨能扛几天。你又回来干什么？陆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想清楚，这帮人跟着你能有什么下场？你刚才的话说完了，该我说2句了。大奎，你跟他讲讲，3年前你家地里种的是什么？3年前我家3亩薄田，种苞谷，1年到头挣不了3000块，是陆晨哥自己掏钱买黄芪种苗，挨家挨户送，我连黄芪苗和杂草都分不清。他蹲在我家地里，从天亮浇到天黑。马彪，你记住，这座山不是靠钱拴住的，是靠良心和手艺拴住的。前年大旱，300亩药苗烂根，陆晨一个人在山上蹲了11天，愣是把苗救回来大半。你们周浩干过这种事吗？钱可以慢慢挣，良心砸了就再也捡不起来。你别把路走死，路是人走的，不是狗堵的。陆晨，感情牌打完了，我问你，你拿什么养活这500户人？药卖不出去，你的良心能当饭吃？你们的干净药材没人要，这种货3块钱一斤抢着收，看谁先死！马彪，你带着这筐烂货滚回去，告诉周浩，他敢用这种东西害人，我就敢掀了他的锅。从今天起，青云山的药材1斤不贱卖，1片不进黑心人的锅。咱们手上有技术，地里有干净药，天塌不下来。不卖黑心人。哥，你的底气不是钱，是他们。周浩，你拿硫磺药材威胁我，就说明你自己也准备用这种东西。你敢用，我就等着你用，到时候你怎么起来的，就怎么栽下去。路遥，过来看。眼睛都辣。正常9蒸9晒的黄青，端面金黄油润有甜香味儿。这片东西，外面硫磺挑白，里面没烂透了。金银花本色黄绿，晒干后微黄，这种产白亮色，硫磺熏出来的。2氧化锾残留超标，入口烧黏膜，长期吃伤肝伤肾。这种烂货也有人敢往嘴里送？不光敢送，马彪说的明白，全城以后就用这种货，3块钱1斤，量大管够。那周浩后天的养生节用的就是这东西？这种硫磺熏出来的烂药也配叫药材？哥，这些我留下来当证据。照片拍了3组，外观、端面、粉末残留全存了。备份3份，1份存手机，1份存云端，1份拷 U 盘给我。好。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就这么干等着？不是等，是卡死他的路。从今天起，青云山所有药材1两不出山，1片不卖，谁来都不卖。可合作社账上快见底了，撑得住吗？撑3天。周浩的养生节后天晚上开，2万张票卖光了，全程直播。本地方圆300里，只有青云山有成熟的道地药材。他要真敢用呢？他敢用，就是他自己往火坑里跳。到时候端上桌的是什么货色，全城几万人自己看。哥，你是要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掀了他？药是入口的东西，他敢黑，我就敢掀。3天后，我让他的养生节连1片干净药材都找不到。哥，你说怎么干？我们跟着。守住山，剩下的我来安排。万一他提前找到别的货源呢？找不到，
整个省能供30吨成熟到地药材的只有我们，他把自己的路堵死了，我也没打算给他留路。家人们，明晚8点，全城最大的1000人高方养生节，金方堂广场开幕，2万个名额，先到先得。周总，2万张票，5分钟卖空了，哈哈哈哈哈哈！5分钟，家人们听到没有？这就是金方堂的号召力。周总，有人在弹幕问，用的是不是青云山的药材？我看到了，有人问是不是青云山药材，兄弟们别闹了，那种山沟土货只配晒干了喂牲口。我们金方堂走的是高端路线，航空级外省特供滋补药材，跟那些泥巴里刨出来的破烂不是一个档次。金方堂广场，不见不散。周总，预售进账200万了。200万，5分钟，陆晨那帮泥腿子种一辈子药也挣不到这个数。全是水军，我发一条，他们盖10条，根本看不见。哥，他在网上把咱们踩成泥，咱们在山上干看着。我带20个人冲他直播间，当面问他欠不块钱。冲进去能怎样？人家有保安有水军，你带20个药农进城，又被人拍了发网上，说咱们闹事，那就忍着。他说咱们的药喂牲口。路遥，过来。他宣传页上写的外省特供，你查一下那个供货商报价。马彪之前跟采购经理通话提过，外省基地报价黄金8块1斤，金银花5块，石图12块。3年生黄金，从种苗到采挖，光人工加种苗成本就18块1斤，还不算9蒸9晒的跑质损耗，8块钱1斤，连种子钱都不够。那他那个外省货到底是什么东西？低到违背药理的价格，背后只有2种可能：要么年份不够拿速生货冒充，要么根本就是梅县翻新硫磺漂白的废料。马彪从后备箱拿出来那筐东西，就是答案。惨白黄针、刺鼻金银花跟正常药材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周浩不傻，他知道这批货有问题，但他算过账，外省货8块，咱们30块，1吨省2万2，30吨省66万，省下来的钱够他再办2场直播。那他就不怕吃出事儿？他怕，但他更怕花30块买咱们的药，因为那意味着他得低头求我们。周浩这个人，宁可拿别人的命赌，也不肯弯一次腰。所以他现在有预售款，又有外省便宜货，咱们真拿他没办法。他有的是一根引线和一堆火药，预售卖的越多，明晚到场人越多，他的外省烂货一上桌，炸得越狠。那咱们就等他自己炸？不是等，是确保他炸的时候，证据在咱们手里，干净药在咱们山上，他一根稻草都抓不着。路遥，马彪那筐药的照片、断面、粉末残留数据整理好，随时能用。大奎，山上所有进出路口今晚起安排人值守，任何人来收药一律挡回去。老顾，通知各户把晾晒好的药材全部入库封存，1两不许出。狗叫的越响，说明心越虚，让他叫，明晚他端上桌的是什么东西，全城人自己会闻到。这批药材不对劲，停手！谁让你往锅里倒的？采购经理送来的，说是明晚养生节备料，让我们先泡发。这不是正常晒干的黄金，这是硫磺熏出来的，霉味都压不住。我刚才拆袋的时候就觉得呛，闻着眼睛疼。秦师傅，这批不是外省高端货吗？采购经理说周总亲自订的。高端，你睁眼看看这东西。那这药还能用吗？入口的东西差一点都可能害人，明晚几千人喝这个，出了事谁担？这3袋谁都不许动，给我灭火，等我回来。秦师傅，你干嘛去？找周浩，这批药绝不能进锅。周总，这批万省药材绝不能用。老秦，什么事儿这么急？你自己看，黄青端面全是霉斑，金银花硫磺熏白的，石斛长绿毛。这不是药材，这是垃圾。不就是卖相差点吗？熬成膏谁看得出来？卖相差点，这是霉变翻新、硫磺熏章的劣货。黄曲霉素超标的东西熬进膏方里，喝下去伤肝伤肾，你心里没数。秦师傅，这批是周总亲自拍板定的外省高端货，价格比青云山便宜1大半。便宜1大半？
8块钱一斤的黄肠，连种苗成本都不够。你们信这是高端货？这是把烂货刷白了卖命。老秦，你干了20年，懂药我认，但生意的事儿你不懂。青云山那帮泥腿子30块一斤，外省8块，1吨省2万2。30吨我省多少你自己算。省下来的钱够你买棺材。明晚几千人到场，出一个过敏，出一个中毒，金方宅当场就完。你说完了？没完。周总，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去青云山跟陆晨赔不是，把道地药材拉回来。丢面子是小事，出人命是大事。让我去求陆晨？那个踩我地毯的泥腿子？老秦，你脑子被药熏糊了吧？我脑子清醒得很，你脑子才被钱熏糊了。这批药你敢用，就是拿顾客的命赚钱。老秦，金方堂是我的，我说用什么料就用什么料。你是药工，不是老板，管好你的锅，别管我的账。我管的不是你的账，是那几千条人命。周总，这批药你要是硬上，出了事儿，谁都保不了你。行了，出去，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周总，我在金方堂干了6年，你要是非用这批药，这锅我不熬。老秦，我叫你回来不是吵架，坐下，把话说清楚。你说那批药不能用，行，我听你的理由，但你也听听我的账。外省8块一斤，青云山30块，1吨差2万2，30吨省66万。明晚2万张票，预售1000万。你让我花3倍的价去求陆晨那个泥腿子拿货，我求完他，这66万谁给我补？66万重要还是几千条人命重要？谁说要出人命了？老秦，你是老药工，手艺我服，但你也别把事情想得太死。硫磺味重，多加桂圆红、枣糖浆、蜂蜜翻倍，大火熬透，出锅再拿陈皮粉封一层。你让我用香料盖毒？什么毒不毒的，又不是砒霜，熬透了就是滋补膏，顾客喝的是排场，不是药理。黄根酶透了，黄曲霉素超标，喝下去伤肝伤肾。金银花、硫磺漂白，刺激呼吸道，石斛长霉斑，重金属没人测过。你拿这些东西熬成膏，端给几千个人喝，里面有老人有小孩，出一个过敏休克怎么办？出一个急性中毒怎么办？那是小概率。小概率，一个人倒下就是100%。老秦，你在金方堂干了6年，工资我少你1分没有。每年过节红包哪次落下了？我对你够意思，你别跟我过不去。你对我够意思，你对那几千个买票进场的人够意思吗？我再说一遍，在金方堂，钱就是规矩，药材用什么怎么熬加多少糖我说了算。你是药工，管好你那口锅，别管我怎么赚钱。我管的不是你的钱，是那几千个人的命。你省下66万，够不够赔1条命？秦国良，你给我听清楚，明晚养生节照常开，这批药照常用。你要是还想在这行干下去，就老老实实回跑制房，按我说的加料熬。你要是不想干，现在就滚！全城养生馆、药膳馆，我打一圈电话，你连个洗锅的活都找不到。周浩，我干了20年药工，手上熬过的膏方比你喝过的水多。我这双手能救人，但绝不害人。这批药你敢熬，我就敢举报。夜间市场监管、卫生执法，一个不落。你说什么？你听清楚了。老秦，你最好想清楚你在跟谁说话。我想得很清楚，你要是想清楚了，就去青云山把好的药材拉回来，不然明晚那口锅就是你的棺材。你过来。秦国良不干了，明晚那口锅你接不接？周总，什么条件？10万，今晚熬完，钱归你。接不接？接。桂圆红枣加3倍，蜂蜜糖浆翻倍，大火熬透，出锅什么味儿都没有。听明白了吗？明白。滚去干活。敢举报，老秦，你最好祈祷你没那个胆子。哥，周浩的直播我全程录了，2万张票，5分钟卖光，预售进账1000万。他在直播里又说了，青云山药材是山沟土货，只配喂牲口。他妈的，老子现在就带人进城砸了他的厂子！坐下。砸他厂子，砸完呢，拘留所里蹲着，要谁卖？3年生黄精，从种苗到采挖再到9蒸9晒，成本摆在这儿。周浩的外省货8块钱一斤
8块钱，连种庙钱都不够。这种价，除非它不是药，是货。小陈，你的意思是，他进的货有问题？老姑叔，你种了30年药，你告诉我，8块钱1斤的黄针能是干净货吗？不可能，光晒干损耗就得4成，8块钱连工钱都付不起。所以他要么拿的是硫磺熏的烂货，要么是没变翻新的废料。不管哪种，熬成膏方端给几千人喝，迟早要出事儿。可他现在有预售款，有水军，有流量，咱们什么都没有。他要是靠这波把青云山名声彻底踩死，以后谁还敢收咱们的药？他踩不死。咱们的药干净，这就是最硬的底牌。周浩拿烂货上桌，今天风光，明天就是灾。那咱们就干等着，眼睁睁看他发财。不是干等，是不乱。谁都不许把药材低价甩给二道贩儿，谁都不许慌。药堆在仓库里不会烂，但心一乱，什么都完了。小陈说的对，咱们的药是3年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不是一夜能烂掉的东西。哥，我听你的，但你得给我个准话，周浩真能栽？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宴宾客，再看着他楼塌，把他直播里吹的每一句话都存好，截图录屏，一个字别漏。已经存了3份。好，咱们不急，等他自己炸。周总，预售破1000万了。多少？1037万，还在涨。1000万，陆晨那个泥腿子，这辈子见过这个数吗？明晚全城都得来看我周浩的排场。周总，预售还在涨，直播间在线人数破200万了。200万？告诉运营再推一波，把价格往上拉 ，VIP 席位加到3800一位，限量100席。涨价会不会劝退一部分人？劝退？200万人盯着，3800的席位抢都抢不到。去，马上改。周总，说。法务那边发了一份风险提示过来，让我转交您。什么风险？法务吃饱了撑的，货明天一早就到，慌什么？周总，我不是要扫您兴，但万一明晚交不了货，退1赔3就是4000万，咱们账上没有这个数。谁说交不了货？30吨外省药材，定金都付了，明天一早进仓。可外省那边一直没发确认函。不发确认函就不发，300万定金砸下去了，他敢不发货？你们一个两个就知道给我泼冷水。1000万预售，全城哪个养生馆做到过？明晚过后，金方堂就是这个城市的招牌，换车、换办公室、开分店，全在这一晚上。4000万，笑话！明晚我让全城人跪着喝我的膏方。信号不好吗？周总，出事了。什么事儿？慢慢说。外省基地被查封了。你说什么？夜间和市场监管联合执法，今天下午进的场，重金属超标、违规硫磺熏蒸、农残超标、假冒道地药材产地标识4项全中，老板当场被带走了。那我的货呢？30吨全部扣押，就地销毁。刚才我打了17个电话，老板的号停机了，厂里座机没人接，他老婆的电话直接把我拉黑了。300万定金呢？打水漂了，厂都封了，账户冻结，1分钱要不回来。不可能，你是不是搞错了？周总，明晚2万人等着喝膏方，咱们仓库里一片药材都没有。闭嘴！闭嘴！让我想想。周总，现在怎么办？要不要联系退票？退票？1000万退出去，退1赔3，再赔4000万，金方堂直接死！谁他妈敢提退票？那
要不找陆晨？青云山有现货，30吨道地药材，只有他手里有。找他，让我去求那个泥腿子，一片都没有。青云山断供之后，库存上周就清空了，本来指望外省那30吨顶上来，现在全砸了。你再给我打，打到他接为止。周总，我打了23个电话了，老板的号停机，厂里座机拔了线，他老婆把我拉黑了。300万定金，1分钱要不回来。300万打水漂，30吨货没了，30吨货没了。明晚2万人等着喝膏方，你告诉我怎么办？周总，直播间还在跑，弹幕已经有人开始问药材来源了。要是明晚开不了席，1000万退出去，退1赔3，再赔4000万，咱们账上连1000万都凑不齐。闭嘴！全城就没有别的供货商了，能供30吨道地药材的只有青云山，其他小户加起来凑不到5吨，还全被周边校串馆锁了合同。他妈的！你还没走？我走不了。周浩，我做了20年药工，今晚说的话你可以不爱听，但你必须听。我现在没工夫听你讲道理。外省货被查封，不是意外，重金属超标，硫磺砷涛，农残超标，4项全中。你当初图便宜，我就说过这批货有问题。说完了？没说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去青云山找陆晨，把欠的300万结了，把道歉的话说了，把药材拉回来。他的货干净，3年生倒兑黄金，全市只有他手里有现货。你让我去求那个泥腿子，他踩着泥靴踩我20万的地毯，我叫保安撵他，他还摔了我的人。现在你让我低头，你不低头，明晚金方堂就死。1000万预售退不出去，4000万赔偿你拿命填。周浩，你冷静一下。陆晨那个人，你从小一起长大，你比谁都清楚，他不是记仇的人，但你得拿出诚意。诚意？我欠他300万，我封杀他，我在直播里骂他山沟土货，你觉得我现在笑着上门，他会卖给我？所以你要带着钱去，带着欠去，脸面和命，你选一个。周总，外省那边的事我听说了。我跟你说，现在去求陆晨没用。上午我刚被500个药农赶出山，他们恨咱们恨到骨头里了。那你说怎么办？钱，穷人就吃这一套。500万现金摆到他们面前，一个村的药农1年挣不到这个数。信我，见了钱，什么骨气都是狗屁。周浩，你听这种人的话，只会把路越走越死。老秦，你是药工，不是我的军师。我把该说的说了，你要是带着钱去砸人，不是赔不是，那你连最后一条活路都堵死了。周总，银行10点关门，要去的话现在就得走。备车，提500万现金。周总，待会儿上了山，话别说软了。你一软，那帮药农就觉得自己有底气。我今晚不是去赔不是的，我要的是30吨药材。那就对了，500万现金往地上一摆，什么情分，什么骨气，全是屁话。穷人最硬的嘴，见了现金都会软。周总，陆晨那个人不好对付。上次我跟马彪去压价，500个药农直接把我们轰出来了。上次你们带了多少钱？1箱。1箱管什么用？今晚500万，一个村1年都挣不到这个数。钱到位了，铁打的人心也得化。就是这个理。到了山上，先找几个年轻的药农单独聊，一家给个3、5万，口子一开，剩下的自己就散了。不用你教我，今晚只有一个结果：30吨药材装满这5辆车，天亮之前拉回金方堂。哥，城里有人传消息了，周浩从银行提了500万现金，带着5辆货车直奔青云山来了。500万，他这是要来抢山！小陈，怎么办？他以为拿钱能买一切，今晚让他知道，
青云山不卖黑心人。哥，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大奎，你现在通知南坡、北坡、沟底3个片区，所有药农全部到村口集合。老顾，把合作社那4台拖拉机开出来，横在进山主路上，车头对车头，首尾相连，一只蚂蚁都别让它爬进来。明白了。哥，周浩带了人，万一动手，他不敢。他今晚是来求货的，不是来打仗的。但咱们不能让他进村，他进了村，拿着现金挨家挨户敲门，人心就不好说了。堵在村口，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谈，他开不了口分话，就只能跟我谈。哥，你有把握？他断了外省货，仓库空的，明晚2万人等着喝膏方。他不是来买药的，是来买命的，主动权在咱们手里。周总，路堵死了！什么？操，这阵仗！怕什么？一群扛锄头的。陆晨，咱俩从小一起长大，光屁股一起下河摸鱼的交情。我说几句难听话，你记到现在。你说的哪句？是山沟泥腿子，还是只配喂牲口？都是气话，都是气话。我今晚带着诚意来的，500万现金，30吨药材按市价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周浩，我问你3个问题：第一，300万尾款你拖了1年，什么时候结？这个好说，回头一起算。第二，你联合全城药膳过封杀青云山，逼2道贩把收购价压到8块，什么时候撤？那是误会。第三，你在全网直播里说我们的药材是山沟土货，只配喂牲口，这话你收不收回去？都收回来，行了吧？陆兄弟，生意人嘛，哪有隔夜仇？你开个价，今晚咱们把事办了。你也配叫他兄弟？3天前你让马彪上山，8块钱1斤收我们的命根子，还拿现金当着全村人的面砸我胸口，你算什么兄弟？你是来买命的畜生！周浩，你第1家店开张那天，连1斤黄菊的钱都掏不出来，是小陈顶着全村压力，让你先拿货后结账。现在你倒好，尾款不结，还玩封杀这一套。老顾叔，别叫我叔，你不配。50块1斤，比市价高了将近1倍。陆晨，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周浩，你今天不是来买药的，你是来买命的。仓库里一片药材都没有，明晚2万人等着喝膏方，交不出货，退1赔3，赔4000万。你不是看得起我们，你是走投无路。周浩，我们查过了，你的外省供货商因为重金稀属超标，刘航松超标被叶残查封，老板已经被带走了。你现在不是来道歉的，你是来拿我们的干净药材给你擦屁股的。陆晨，你想怎样？我不想怎样。你欠500户药农的账，你封杀我们的路，你踩着我们上位，这些你自己心里清楚。今天你带500万来，以为平人见了钱就得跪，但你错了。青云山不卖黑心人。陆哥，算我求你，明晚养生节不能断货，你开条件，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之前是我混蛋，是我说话不过脑子。500万现金就在车上，30吨药材我按市价收，现金现结，1分不少你的。以后咱们继续合作，金方腾所有药材只从青云山拿，我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前天在你办公室，你叫我泥腿子；昨天你让马彪上山8块钱收我们的命根子；今天你站在泥水里喊我陆哥。周浩，你变脸比翻书还快，到底哪张是真的？都是气话。陆哥，咱俩这交情还不够吗？我今晚带着诚意来，你带的不是诚意，是恐惧。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自己要完了。陆晨，话别说这么绝，绝的是你，撕合同你干的，联合全城封杀青云山你干的，在全网直播里说我们的药材只配喂牲口你干的，哪一样不是你亲手干的？你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起青云山，前天嫌我们臭，今天求我们救命。陆晨，咱们都是做生意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你把我逼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逼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你欠500户药农300万，
你用得着的时候叫兄弟，用不着的时候叫泥腿子。你封杀我们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在直播间踩我们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做生意的人该留条后路？乡亲们，我说句公道话，周总确实做的不对，但人家今晚把钱送到山上来了，500万现金，诚意够不够？你们的药材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就是烂草。全城药少馆的订单全取消了，2道饭8块钱都不收了，跟着陆晨死扛，扛到什么时候？扛到药材发霉，扛到工钱发不出来。500万分500户，一家1万，1万块钱够你们半年嚼用了。药材卖给谁不是卖？非得跟钱过不去？想拿钱的，现在就去拿，我不拦。但我把话说在前头，周浩仓库里一片药材都没有，他买你们的药干什么？明晚熬膏方，他的外省毒货被销毁了，他要拿咱们的干净药材掺进去，熬成膏方卖给2万人喝。今天你们把药卖给他，明天他的膏方出了事，上新闻的时候写的是什么？青云山药材，全城人骂的是谁？是你们，是你们种的药害了人。陆晨，你别吓唬人！我吓唬谁了？他外省货什么德性你不知道？硫磺熏的、媚变翻新的，你亲手给他拉的货。他把咱们的干净药材混进去，出了事儿他跑得掉，咱们跑得掉吗？青云山这块牌子砸了，以后谁还敢收咱们一根草？小陈说的对，咱们卖的是药，不是良心。钱没了能再赚，名声臭了，子子孙孙都翻不了身。拿你的臭钱滚！青云山的药材不给黑心人擦屁股。老姑，老姑你站住！老姑叔，我叫你一声叔，我小时候在你家吃过饭的。你帮我跟陆晨说句话，50块1斤，我在家60、70，你说个数。周浩，别叫我叔，我受不起。老姑叔，前天你撕合同的时候，这笔买卖就绝了。我种了一辈子药，手上这层茧比你车里那箱钱值钱。你知道这片黄椒从下种到挖出来要多久？3年。3年里浇水、除草、防霉、控湿，一天都不敢松懈。你张嘴就说只配喂牲口，那是气话。你撕合同是气话，你压价8块是气话，你让马彪上山拿现金分化我们也是气话。周浩，你说的每一句气话都是拿刀往我们心口上捅。你看看这片药，金黄、油润，没虫眼、没霉斑，这是青云山500户家家的脸面。别说50块，你出100块1斤，也不卖你金方堂一片药业。老姑，你们被陆晨骗了，他让你们抱着药材烂在山里，他自己闭嘴！陆晨哥教我们种药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家药苗烂根，陆晨哥半夜打手电上山救的时候你在哪儿？拿着我们的命根子赊账做大老板，现在走投无路了，跑来叫哥。青云山不卖黑心人，青云山不卖黑心人。走吧，今晚没戏了。陆晨，你会后悔的。后悔的人不会是我，记住，今天不是我不给你货，是你自己把路走死了。哥，他回去会怎么办？一个赌徒输急了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手里没药了，但他手里有1000万预售款，他不会认赔，他会去找更烂的货。完了，周总，库存清零，连边角料都没有，上批尾货上个月就用完了，明晚2万人等着喝膏方，我拿什么熬？拿你的骨头熬！1000万，1000万收进来了，交不出货，退1赔3，4000万，4000万我上哪儿弄？周总，又有3个团购客户问药材产地证明，说不提供就集体退款。直播间评论区也开始有人问为什么青云山断供了，谁他妈在传？不知道，但问的人越来越多了。空的，你看不见？我看见了，我还看见你明晚要是交不出货，不光赔4000万，还有欺诈的帽子。周总，消费者集体投诉，监管一查预售资质和货源，你拿什么应付？你要是来看笑话，现在就给我滚！我要是来看笑话，就不会跟你回来了。
活药材买不到了，全城都被你得罪光了。但死药材，我手上有一批。什么意思？隔壁市有个地下仓库，专收各种淘汰货，霉变黄精、硫磺熏的金银花、重金属超霉的石斛，什么都有。30吨现成的，1斤3块钱。你让我拿烂药材熬膏方，我让你活过明晚。3块钱1斤，30吨，9万块钱。你账上1000万，熬成黑膏，加糖加蜜加鲜精，谁看得出原料什么样？膏片熬成糊，检测都分不清原料。再说了，出了事儿，供货单上写的是外省基地，跟金方堂有什么关系？仓库在哪儿？车程1个半小时，现在走，凌晨3点之前能把货拉回来。备车，带上现金。今晚的事，谁敢漏一个字，我让他在这行彻底消失。到了。什么味儿？还没进去就这么冲，习惯就好。老马，胖哥，我电话里说的那个客户带来了。排场不小，进来吧。这味儿受不了就在外面等着，忍着。黄精6吨，去年该销毁没销毁的，霉斑有点多，但消一消还能看。金银花8吨，硫磺熏过，颜色漂得白，卖相好，就是味儿冲了点。石斛16吨，重金属超标，检测报告我都扣着没交，反正也没人来查。加一块正好30吨，够你熬的。这东西能用？能不能用看你怎么用。熬成膏，加足糖和香料，检测机构都分不清原料。我这批货本来是等着拉去焚烧的，你要是不买，下礼拜就烧了。周总，犹豫什么？你现在回金方堂，库房是空的，明晚2万人等着喝膏方，你端什么上去？空碗。这要是出了事，出什么事儿？膏方熬成黑膏，原料全化了，谁验得出来？出了门，这个仓库不存在，这个人你没见过。再说供货单写的是外省基地的名字，跟你金方堂没关系。周总，今晚你要的不是药，你要的是别让那1000万退回去。3块钱1斤，30吨，9万块，现金，不开票，不留底，要求就一个，出了这个门，别说货从我这儿拿的。周总，这东西吃出人命！闭嘴！多糖多香多火候，烂草也能熬成宝。回去让跑制间准备3倍蜂蜜，5倍红枣香精，味道搭住就行。今晚的事，在场每个人，谁漏一个字，我让他这辈子在这行消失。快点，全卸下来，动作轻，别弄出动静。这什么味儿？一股烂草和硫磺味儿，闻着眼睛都疼。少废话，搬！多少了？刚开始卸，30吨，得跑3趟。天亮之前必须全部进库房，一袋都不准留在外面。帆布盖严实，摄像头的事儿处理了没有？后巷2个探头，电闸我亲手拉的，现在是瞎的。存储卡拔了，明天再装回去。马哥，这药能用吗？你管它能不能用，让你搬你就搬。
停手！谁让你们卸这些东西的？老秦，这么晚你不睡觉？我睡不着。周浩，这些是什么？明晚养生节的备货，你不用管。这叫备货？黄金全是黑莓、金银花、硫磺熏的，你闻闻这味儿，这些东西熬出来是要出人命的。老秦，这不是你该问的，回去睡觉。我在这个跑制间干了20年，什么药能进锅，什么药不能进锅，我比你清楚。周浩，你疯了！秦师傅，别挡财路，明晚过了，大家都有红包。红包？你拿人命换红包？这批药绝不能进锅！秦师傅，你发完脾气了。发完了就听我说，把霉斑消掉，用3倍蜂蜜、5倍红枣香精压味儿，大火熬成黑膏，熬透了，谁知道原料烂过？你说什么？我说的不够清楚。消掉霉斑，加糖加香，熬成膏方，明晚2万人等着喝，你今晚给我熬出来。周浩，这批药黄苦素超标，硫磺残留，重金属不知道多少倍，熬成膏方，喝下去伤肝伤肾，出了事你兜得住？出不出事儿是明天的事，今晚你把锅烧上。锅是熬药的，不是帮你灭良心的。老秦，我敬你是老师傅，但你别跟我犯扭。这批货今晚必须进锅。你干了20年，应该比谁都懂听话的人才有饭吃。我干了20年，就是因为我这双手没祸害过一个人。10万，今晚你照我说的做，这钱是你的。周浩，这工牌我带了20年，20年。我跑之间出去的每一锅药，我敢拍着胸脯说干干净净。今天要是熬了这锅毒膏，祖师爷不认我，我自己也不认自己。这药我不熬。秦师傅，想清楚了，走出这个门，金方堂你这辈子别想再进来。我不稀罕。小赵，周总，秦师傅身体不好，今晚的活他干不了。你来，按我说的熬，10万归你。秦师傅走了，走了，跟你没关系。霉斑消掉，3倍蜂蜜封底，5倍香精压味，大火熬透，出来是黑膏，装盒就行。能干不能干，现在给我一句话。周总放心，熬成黑膏，神仙也看不出原料烂过。搬运的把库房药材全运过来，天亮之前30吨全部熬完分装。愣着干什么？去搬！一个老头子翻不了天。明晚养生节正常开，一个字儿都不准改。谁敢漏风，我让他比秦师傅走得更难看。味道还行，甜味儿盖住了，闻不出来了。熬了多少了？第一批12锅出了8锅，剩下的药材还在消霉斑。快点儿！天亮之前全部分装完，一袋原料都不能剩。能看出来吗？周总放心，熬成黑膏
颜色深，味道甜，谁端起来都觉得是好东西。装盒的时候注意，标签贴正，封口压紧。明晚上桌的东西，卖相不能差。包装那边我盯着，金色瓷钟，一中一盒，跟专卖店出来的一样。周总，这东西真给人喝？你拿了多少钱？5000。拿了钱就闭嘴干活，再多一句，5000吐出来，人也别留了。味道压住就行，今晚只要不出大事，金方堂就活了。有钱人喝的是故事，不是药。故事讲圆了，谁管锅里放的什么？手稳点儿，贴歪了不好看。齐了，明晚够用。消掉霉斑，加糖加香，熬成膏方。周浩亲口指使用香精蜂蜜掩盖霉味。时间凌晨3点42分，录音在手机里。2箱原始药材在这儿，够了。秦师傅，你拦不住他，我来拦。你怎么在这儿？我等了他3天，每一步都在我意料之内。你怎么知道他会用毒药材？外省基地被查封那天，我就知道他会铤而走险。你一直在等。周浩每一步我都算过，外省货出事，他会来青云山求货，求不到他会找黑仓库，找了黑仓库，他不敢不用。1000万预售款套在脖子上，他退不了。我拦过了，我把工牌摘了，10万块没拿，当着他面走的。可他转头就叫富好师顶上来，10万现金一拍，那小子眼都直了。跑之间干了20年，出去的每一锅药我都敢认。今晚那3口锅里熬的东西，我认不了。我是个药工，不是执法的。我一个人拦不住他，但我愿意作证。光有人证不够。周浩会说你被开除，怀恨在心，捏造事实。搬运工往跑之间推药材的时候，我从货架底层拽了2袋原始霉学药材，没消过霉斑的。还有呢？消掉霉斑，加糖加香，熬成膏方。凌晨3点42分，他亲口说的，我全录了。后巷有监控吗？侧门上方有一个，正对卸货出。凌晨3点那批无牌货车进来的时候，全拍到了。录音、监控，2箱原始毒药材，加上你实名作证，够了。这2箱东西就是他的催命符。录音你自己留着，备份一份发到我妹妹手机上，证据不能只在一个人手里。你妹妹？她现在就在路上，直奔市场监管和药烟。天亮之前，实名举报材料必须递上去。明晚那个养生节，2万人到场，直播间不知道多少万。他真敢把这批毒膏端上桌？他不是敢不敢，是停不下来了。1000万预售款，退1赔3就是4000万，他只能往前走。那你打算怎么拦？不拦，让他端上桌，让全城人看着他端上桌，在他最风光的时刻，当着全城人的面，掀了他的锅。哥，搞定了！
2箱原始毒药材，1段录音，1个活证人。秦师傅辛苦了。不辛苦，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大奎，把2箱东西搬上车，封条贴好，拍照留证，谁都不准打开。老顾，你开车送秦师傅回家，天亮之前别出门，等我妹妹联系你。小陈，那你呢？喂，陆瑶，录音备份马上发到你手机。2箱实物证据大奎封存，你带着材料去市场监管，再去医药。实名举报必须赶在明晚养生节开幕之前。哥，我已经在路上了。举报材料我准备了3份，1份监管，1份药烟，1份上传云端，你自己当心。哥，青云山那边呢？通知下去，明晚500户药农车全开出来。进城？进城。周浩，你不是要风光吗？明晚我就在你最高光的时刻给你送一口大粥。东西呢？2箱没动过，从后巷直接拉回来的。第2箱。秦师傅签字，按手印。录音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了，凌晨3点42分，周浩亲口说的，1个字没剪。监控呢？金方堂侧门上方有一个摄像头，正对卸货出。凌晨3点那批无牌货车进出的画面全拍到了。你去监管部门的时候提取申请，他们有权调。1份市场监管，1份药仙，1份上传云端，证据不在一个篮子里，他砸不完。哥，举报材料我天亮之前送到，但明晚养生节现场你1个人去。不是1个人。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周浩手底下有马彪，有保安，直播间几百万人看着。你要是在台上被他们打下来，青云山的脸也丢了。他打不下来，你就不能等监管的人先到？监管到了，他可以关直播、清场、毁证据，必须在他最风光的时候，当着全城人的面儿，让他自己的锅把他埋了。小姚，路上开慢点，这2箱东西比命重要。我知道。哥，你答应我一件事儿。说。活着回来。老刘，今晚进城开你家那辆3轮，装满人。老周，把东坡那几户叫上，半小时村口集合。嫂子，让大强别睡了，车钥匙拿上。赵叔，是我老顾，小陈说了，今晚500户全出来，1户不落。兄弟们，东坡的跟第3辆走，南沟的往后排，别挤，都有位子。小陈，20辆车够了，人还在往这边赶。够了，走。进城。各位，欢迎来到金方堂千人高方养生节。今晚金方堂要让全城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高端养生，什么叫良心品质。直播间在线人数破80万了，还在涨。我知道很多人好奇，周总，你这次用的什么药材？告诉大家，航空及外省特供，从产地直达金方堂跑至间，全程冷链，品质拉满。周总，网上有人说你之前一直用青云山的药材，这次怎么换了？青云山那种山沟里刨出来的土货，也配进我金方堂的锅？说句不好听的，那玩意儿晒干了喂牲口都嫌粗。周总，直播间人数破100万了，100万人在线，家人们，今晚这顿高方宴值了没有？师傅，这味儿怎么压不住？越熬越冲。少废话，
再加1桶蜂蜜糖浆，搅匀了盖上盖儿，端出去之前不准打开。师傅，你不尝一口？端出去，别问了。家人们看看，这色泽，这质感，周总出品果然不一样。我先替大家尝第一口。各位，金方堂千人膏方养生节正式开席。是谁敢这个时候来？周总，是青云山的车。下车，全下车！干什么呢？这是私人活动。周总，拦不住，人太多了，全是山里来的。陆晨，你个泥腿子来干什么？老子没找你算账，你还敢来砸我的场子？保安，把他给我打下去！谁敢动陆晨哥一下试试？你想干什么？各位，把碗放下。你们面前这碗东西不是滋补，是周浩拿你们的命换他的现金流。放屁！陆晨，你一个山里挖药的泥腿子，跑到我的场子上恶意诽谤，你拿不出证据，我告到你倾家荡产！诽谤？那你告诉在场所有人，你的高端膏方为什么要用5倍红枣香精压胃？你血口喷人！我金方堂用的是航空级外省特供药材，全程冷链。航空级？你那个外省药材基地3天前被查封了，30吨货全部销毁，你拿什么给这几千人喝？周浩，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假的，全是假的！他就是被我淘汰的供货商，眼红来砸场子。保安，把这些人全给我轰出去！谁敢动一下试试？周浩从黑仓库买了30吨硫磺熏金银花重金属超标10壶，凌晨3点从后巷偷偷运进来，用重糖重晶晶盖住烂尾。你放屁！你有什么证据？空口白话谁不会？没有证据你就是诽谤，我让律师把你告到坐牢。要证据？老顾、大奎，把周总的高端药材端上来。周总，你不是说航空级高端药材？那咱们当着全城人的面开箱验一验。这就是周浩嘴里的航空级高端滋补药材，各位看清楚了，端面全黑，霉斑成片，外面这层白粉是硫磺熏的。假的，全是假的！这2箱是陆晨自己弄来的，故意栽赃我。我金方堂的药材在后厨冷库里，跟这些烂货没有关系。在场所有人听好了，这是一个被淘汰的供货商在报复，他心里不平衡，拿烂药来诬陷我。栽赃？那你敢不敢让全城人看一看你后厨锅里的膏方到底是什么东西熬出来的？周总，你倒是解释啊！你的药材在冷库，那你开冷库让大家验啊！我凭什么配合他？他一个泥腿子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你喝一口给我们看，你自己喝一口证明没问题。收了我们几千块1张票，连喝都不敢喝。大奎，拿清水来。各位看好了，正常3年生黄青，端面金黄油润，闻起来是甜香味。再看周总这批高端药材，里面全是黑莓，外面靠硫磺吐白，不信验一下。水变黄了，这味儿也太冲了！我老娘刚喝了大半碗，周浩你他妈害人！这些都是厨房的人干的，我不知情。采购经理擅自进的货，跟我没关系。凌晨3点你亲自带车去黑仓库提货，你不知情；你让副跑制师用3倍蜂蜜5倍香精压味，你不知情；你卖给几万人喝的东西，你自己不知情。你不是说高端滋补，那你当着全城人的面喝一口。喝呀！你倒是喝呀！收了几千块1张票，自己一口不敢碰。你不喝，是因为你比在场所有人都清楚，这碗里装的不是药，是毒。救命啊！肚子像刀绞一样！你给我站住！台下都有人倒了。周浩，你卖给几万人喝的东西，你自己一口都不敢碰。我今晚嗓子不舒服，医生说我不能吃甜的。你不是说滋补吗？嗓子不舒服正好补，你喝啊！这批药材是采购经理私自进的货，厨房操作我不管，我是管经营的。凌晨3点你亲自去黑仓库提货，亲口让副跑制师用3倍蜂蜜5倍香精压胃，采购经理干的。直播间100多万人看着呢，周总，你喝一口证明清白。你们逼我也没用，我有心脏病，我不能喝。先是嗓子，后是采购，现在变心脏病了。你不喝是因为你比在场所有人都清楚，这碗里装的不是药，是毒。10万块收了，毒膏也熬了，现在想跑。是周总让我干的，他说多加糖多加香精，烂草也能熬成宝，是他逼我的。你放屁！你自己贪钱接的活跟我有什么关系？10万块是谁拍在操作台上的？录音里全有。妈，你怎么了？黑心商家拿命赚钱。我妈喝了2碗，你要是出了事我跟你拼命。陆晨，救我！求你了，他会打死我的。自作孽不可活。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你看着我被打死。所有人听着，别急，越急越出事儿。青云市药农听令，先救人，再算账。哥，你说怎么干？大奎，
带10个人拉人墙，把主通道清出来，谁倒了先扶谁。收到。老刘、铁柱、二狗子，跟我来，手拉手，把路给我挡出来。老顾，你带人守住东边出口，老人小孩先出去，看见倒地的，抬也给我抬出去。大姐，你别怕，喝了膏方感觉不舒服的不要乱跑，坐在原地等救护车。没喝的把碗放下，不要碰。陆晨，你救了场子，求你帮我说句话，我不是故意的。我救的是台下的人，不是你。你害的每一条命，法律会跟你算。让开，孩子不行了，先让孩子过。老人小孩先走，能站的往两边靠，别急，兄弟人先出去，账后面算。这是凌晨3点无牌货车在金方堂后巷卸毒药材的监控，画面里指挥卸货的人就是周浩。把霉斑消掉，用3倍蜂蜜、5倍红枣消清压味，熬成黑膏。谁知道原料烂不？这录音是假的，有人陷害我。录音是我录的，周浩亲口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能对着法律复述。以前你疯了，我给你发了20年工资，20年工资买不走我的良心。你让我熬毒膏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这是现场封存的2箱原始药材送检报告，黄曲革素超标11倍，2氧化硫残留超标8倍，2箱实物证据由市场监管封存，编号和送检链完整。周浩，我是合法商人，我有营业执照。周浩，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现在跟我们走一趟。你们不能叫律师，陆晨，你设计陷害我。没人陷害你，从你决定用毒药材熬膏方那一秒起，这条路就是你自己选。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没机会了。哥，人都安全撤出去了，救护车拉走了11个。都送市医院了。周浩被拘执之前，他那个女秘书卷了办事保险柜里最后一笔现金跑了，跟咱没关系。哥，300万尾款的事，律师说资产冻结之后会走司法程序追讨，但时间不好说。能追多少追多少，先把合作社这个月工钱发了，药农的钱1天都不能拖。陆晨，陆哥，救救我！陆哥，我被拘了1天，取保出来的，律师说我得赔，我账全动了，1分钱都拿不出来。高利贷的人今晚去我家砸了门，我妈吓得心脏病犯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车没了，房子封了，店全关了，连秘书都卷了我最后的钱跑了。你来青云山干什么？全程没有一个人肯见我，我打了30多个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我没地方去了。陆哥，你借点钱，多少都行，我先把我妈的医药费交了，我给你打欠条，给你跪着都行。陆瑶，帮我跟你哥说说，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周浩，4天前你把2万块扔在我脚底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我错了，我你封杀青云山，把8块钱压价塞进500户药农嘴里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该怎么活？那是马彪出的主意。你用媚变药材熬膏方，喂给老人、孩子、孕妇的时候，你想过他们的命吗？你跪错了地方。去医院跪那些被你毒进去的人，青云山没有你的路。陆晨，咱们发小啊，你不能见死不救。放手！从你决定拿毒药材害人那一秒起，发小这2个字就死了。陆晨，你开门，你不能这么对我，咱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开门。哥，这是他4天前扔在我脚底下的2万块。陆哥，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你借我钱，多少都行，我先把我妈医药费交了，再把高利贷的人打发走，我给你打欠条，利息你随便定。你欠青云山300万，1分没还，你现在张嘴又要借钱，那300万我认，等我缓过来，连本带利全还你。4天前你拿2万块砸我脸的时候，怎么没想起咱们是发小？那是气话，我当时脑子不清醒。你叫我山沟泥腿子的时候，脑子清醒的很。你让全城药膳馆封杀青云山的时候，脑子也清醒的很。你用霉变药材熬膏方喂给老人孩子的时候，你他妈脑子清醒的不得了。我那是被逼的，我只是想保住金方堂。你给那些躺在医院洗胃的孩子活路了吗？你把黄金压到8块钱1斤的时候，给500户药城活路了吗？大奎，老顾，帮我给你们加钱，以前的账我全认。你狠，你比我还狠。从今往后，你就是烂在山沟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大奎，你过来看，你快过来看。老顾说，咱们上热搜了。陆晨先生，金方堂事件之后，全网都在说青云山是良心药材基地，你们当初为什么宁可被封杀，也不低价把药卖给周浩？药是入口的东西，卖给谁我们管不了，但从我们手里出去的药，这是青云山的规矩。但当时全城药膳馆都取消了订单，压价压到8块钱1斤，合作社撑得下去吗？撑不撑得下去是我们的事儿，把脏药卖出去害人，那是缺德的事儿。撑不下去可以再想办法，缺了德就补不回来了。这些黄棕都是自然晾晒的，9蒸9晒，1道都不少。从种苗到出货最少3年，没有硫磺，没有催熟，没有一片是假的。前几天他们说咱们是山沟土货，只配喂牲口。现在你们自己看，这是土货还是好货？
总监，黄金多糖含量达标，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硫磺残留为0。石斛和金银花同批检测结果一致，全部合格。陆先生，我做植采12年，跑过全国40多个药材产区，检测结果全项零问题的，青云山是第3个。我们没什么秘诀，种苗自己育，水源自己控，9蒸9晒一道不少，不留熏，不催熟，不掺钾，笨办法，但干净。仁和堂的植采标准你应该看过了，年供黄金、石斛、金银花3大品类，保底采购8000万，价格按道地药材1级标准定价，跳过所有中间商，产地直发仁和堂全国仓储中心。8000万，合同我可以签，但有一条，青云山的药只按我们的标准种，你们不能催产量，不能压工期，不能要求我们用任何违背药理的手段提速。陆先生，仁和堂买的就是你们这个标准，要是能催出来的，我不用跑这趟山路。瑶瑶，你看条款。哥，条款没问题，价格比市价高40%，结算周期30天，违约条款对等。小陈，前几天我还怕药烂在山里，怕合作社撑不过这个月。顾叔，这钱是你们一锄头一锄头挣的，谁都拿不走。哥，我给我妈盖个新房。盖。哥，从被全城封杀到签8000万，一共就几天？不是几天，是5年。5年的苗，5年的标准，5年的规矩，那些东西不是这几天才有的。前几天有人说咱们是山沟泥腿子，说咱们的药材是土货，只配喂牲口。今天全国最大的中药集团开着迈巴赫来咱们这烂泥地里求货。青云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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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云山。走好啊，这可是青云山最好的货。那些想用几个臭钱买断普通人尊严的白眼狼，终会被自己的贪婪反噬，烂在泥里。而我们这些满身泥的人，只要行得端，走得正，也能走出一条让人高攀不起的路。